嗨，大家好。根据目前所有可靠的消息爆料和时间线來看呢，蘋果 MacBook Pro M5 Pro 以及 M5 Max 的距離發布時間大概只剩下1周左右的時間了。所以這期視頻呢，我將直接幫大家把所有的線索串聯起來，告訴你為什麼會在1月底發布，而且呢，這一代的 MacBook Pro 到底升級了哪些點，是否值得我們等待？那首先呢，我們先從一個已經確定的官方消息說起，因為蘋果最近已經官宣了一個全新的訂閱服務，叫 Apple Creator Studio， 這是一個面向 Mac 用戶和內容創作者的應用套裝，它的正式上線時間是1月28號。而根據 Macworld 的分析呢，這個時間點其實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信號。那第一點呢，就是3年前呢，蘋果是在1月底發布了全新一代的高端 MacBook Pro， 而蘋果一向喜歡複刻成功的發布節奏，所以呢，在今年再來一次的話，也是非常的合理。那第二點呢，就是財報。因為蘋果的 Q1 財報電話會議呢，會是在1月29日，也就是在 Creator Studio 上線的第2天。因為蘋果過去呢有很多次呢都會是在財報前呢發布新產品，這樣呢它就可以在財報上順勢給投資人講一個更完整的增長故事。那第3點呢，就是要看是星期幾。那大家可以看一下，1月28號呢是星期3，因為蘋果最常選擇發布新品的日期呢就是星期2或者是星期3。那真正讓人有信心的呢，是來自於後面的這些爆料。那第一個爆料呢是來自於 Mark Gurman 的，他早在去年8月明確表示啊，M5 Pro 和 M5 Max 呢會在2026年的非常早發布。也注意啊，他說的這個詞兒呢是 very early， 所以呢，而 Apple 幾乎從來不會在2月發布 Max 芯片的 MacBook Pro， 所以呢，最合理的一個時間基本就剩下1月份了。那第二個爆料呢，就是產品的發布順序。那他同時還提到了 M5 MacBook Air 呢會在春季發布，而 Mac Studio 和 Mac Mini 呢會更晚。那當然了，還有蘋果一直以來的規律啊，就是 MacBook Pro 呢一定會先於 MacBook Air， 這就是意味着高端機型的 Pro 機型呢必須在春季之前發布。那第3個爆料呢，就是 M6 已經在排隊了。根據目前的傳聞呢，重新設計並採用 OLED 屏幕的 M6 MacBook Pro 呢，最早會在2026年底或者是2027年年初登場。那如果 M5 再拖下去呢，整個產品的節奏啊就會被打亂了。那第4個爆料呢，就是內部代碼，因為從去年10月份開始呢，已經有多次出現了內部代碼的洩露，而且呢，明確提到了 M5 Pro 和 M5 Max 的這個型號。而這種級別的代碼洩露呢，通常只會發生在發布前的幾個月。那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爆料呢，就是去年的8月份，有開發者在內部代碼中呢，發現了蘋果正在測試一台 M5 Pro MacBook， 而且呢，它是內置了蘋果自研的5G 調制解調器，這就意味着 MacBook Pro 呢，很有可能是第一次支持5G 蜂窩網絡。那甚至呢，蘋果最近在 macOS 裡還加入了一個新功能，就是汽車運動提示。那這是一個防暈車的功能，它是通過屏幕的邊緣的動態點位呢，讓你的視覺感知和車的運動方向保持一致，從而呢減少你在車裡低頭看屏幕啊這種眩暈和惡心的感覺。那當然，這也被很多人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暗示，說明蘋果已經在 Mac 的移動使用場景做準備了。那汽車運動提示這個功能呢，當然也不是說蘋果鼓勵你在現在就是坐在駕駛位辦公，而是它明顯是在為車內使用 Mac 的未來場景做準備，尤其是在如果有了5G 和更高級的這個自動駕駛成熟之後呢，那你的這種體驗感就完全的不一樣了。這次 M5 Pro 和 M5 Max 呢，在外觀上呢，幾乎是可以確定不會有變化，因為目前呢，根據所有的可靠爆料來指向啊，同一個結論，也就是說，現在看到的14英寸和16英寸的 MacBook Pro 的這個設計呢，會原封不動的延續到 M5 的這一代。那至於屏幕的這個方面，這一代依然是採用 Mini LED 的這個屏幕，真正的就是屏幕大改版呢，是要留給下一代的 M6 Pro 系列，也就是傳聞中的 OLED MacBook Pro。那最快呢，也要等到2026年的年底或者2027年的年初。那如果大家感興趣的話呢，可以看我上期的視頻，關於 OLED 觸控屏 M6 MacBook Pro 的視頻。那說完時間和新功能，再讓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性能。先說 M5 Pro， 那預計呢會保持現在的產品定位，起步呢依然是24GB 的內存，在 CPU 上呢应該不會有太大的改變，大概率還是保持在12核或者是14核。那主要提升呢是來自於架構和效率。那真正的重點呢是 GPU， 預計呢 M5 Pro 的 GPU 核心呢會從現在的20核提升到24核，而 M5 Max 的 GPU 核心數呢有可能會提升到48核。那這也會直接帶來更強的圖形性能和遊戲表現，以及呢視頻剪輯和3D 渲染，還有在空間計算以及 AI 推理上呢，你會感覺到更加的流暢。那另外在 AI 上呢，蘋果已經把 M5呢定位成了一次 AI 大升级。
那甚至呢，基礎款的 M5在某些 AI 的任務中呢，已經超過了 M4 Pro， 所以呢，這一次 M5 Pro 的 AI 性能呢，只會更強。那在發布基礎款 M5的時候呢，其實已經明確地告訴所有人啊，這不是一次普通的性能升級，而是 Mac 正式進入 AI 時代的一次關鍵的轉折點。而在後面的實際測試中呢，也證明了這一點。基礎款的 M5呢，在部分的 AI 任務表現中呢，它已經完全能夠超越核心數更高的 M4 Pro 了。那所以在這個背景下呢，我們再來看一下 M5 Pro 和 M5 Max 呢，其實答案已經非常的清楚了，也就是這一代真正拉開差距的不會是跑分，而是 AI 場景下的效率以及響應速度和能耗表現。而這些能力呢，決定的不是你現在用的有多快，而是這台 Mac 在未來幾年能不能真正的跟上 macOS 以及 Apple Intelligence 的節奏。那換句話來說啊，M Pro 和 M Max 呢，更像是蘋果為接下來幾年的 AI 時代提前準備的 MacBook Pro。那讓我們來簡單的總結一下呢，就是綜合發布時間、財報節點以及爆料人的說法和內部代碼，還有就是 5G 這個重量級的新功能來看呢，所有線索呢全部指向這一個結論，也就是這個月底呢即將發布 M Pro 和 M Max。那如果大家有打算要買 MacBook Pro 的人呢，可以建議先等一等。那看了這期視頻呢，你是否會考慮升級 5G 的 MacBook Pro 呢？還是會繼續等待 OLED M6 MacBook Pro 呢？歡迎大家在留言區討論啊！那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的話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，為我的視頻點讚留言哦！感謝大家收看，我們下期見啦，拜拜。